马上下一位要上场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希林娜依高。23年春节的时候，大家都记得那首歌《是妈妈是女儿》，记得吧？啊，感动了很多人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我的孩子也是热泪盈眶。虽然我们是爸爸是儿子啊。今年春晚，人希林娜依高又去唱歌了。哦，不记得哈，大家主要记得他看魔术来着，是吧？今天他就要重现一下春晚的魔术。掌声有请魔术新人希林娜依高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现场就是这样子看脱口秀，我的妆到现在已经花的就是我泪流满面。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管理我的表情了，所以可能我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希林娜依高。今年的春晚那个魔术大家都看了吧？今天吧。我特地准备了一个戒指和一个杯子，我要给大家一个大揭秘。其实变魔术很简单，主要分3步。首先你要专注，专注是 focus。其次你要惊叹，Amazing！ 最后，你只需要问一句：“那戒指怎么取下来啊？”网上都说我的反应太浮夸了哈。其实这个魔术我在看第1遍的时候，我的反应就已经特别大了，我那是一惊一乍的。所以看到第5遍的时候，5惊5乍的。都说我演得太好了，但其实我真的没在演。这个魔术最开始选观众的时候，有好多人一起看，到最后呢，只剩我一个了，因为别人都看出来了，就我没看出来。物竞天择，笨者生存。所以春晚的老师们，明年我还想看。同一个魔术也可以。我们都想看。哦，今年是我连续第4次登上春晚了，非常荣幸。谢谢。但其实上的越多，就越害怕明年续不上。我跟我妈说，哎呀，春晚上了4年了，这个该不会要毕业了吧？我妈说没事儿，你伯克利7年了也没毕业呢。很多人说这个伯克利的含金量下降了哈，还说我们就是去镀金的，这个伯克利的这金都被我们给镀走的。咋说呢？我是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，哎，再回去毕业，争取把从伯克利身上镀的金，哎，再给它镀回去。Just do it。今天这期的主题是音乐听谁的？你们看看今天的嘉宾阵容：孙楠老师、海泉哥、腾格尔老师，都是音乐界的前辈，听谁的还用说吗？那当然是听梁远老师的了。梁远老师这个人呢，你不听他的，接下来1个小时你就别想听别的了。我是在音综上认识的梁远老师，当时我在想，这不是天赐的声音吗？怎么这儿还有个天赌的声音？哎，别人唱的不好他怼，唱的好他也要怼。梁远老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喜欢音乐啊？我说真的，音综
啊，你们不要再折磨他了，这个人对音乐过敏。其实梁远老师的知识储备量挺大的，就跟那个 AI 差不多。我们说一句话，它可以蹦出好多句话，甚至是那种 AI 说不出口的难听话。AI 其实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，对吧？梁远老师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，纯纯的情绪价值。所以 AI 是无法取代梁远老师的，因为 AI 比较像个人。虽然很多人都批评梁远老师，但是今天我在这儿还是想要帮他说一句话。其实他是一个专业扎实、审美清醒、立场独立的优质乐评人，他的那些难听话也是当今华语乐坛宝贵的声音。怎么样，梁远老师，是不是还是夸人比较好听？给您鞠个躬。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这都是 AI 生成的，人说不出来。我之前很少听白小白的歌，但是他跟梁远老师互怼的视频，我那是一个也没落下呀。两个人在有歌里面吵啊吵，一直吵一直吵，我都在想你们在吵什么呀？吵 CP 吗？哎，我感觉那都不叫有歌啊，那是有事儿啊。我真的我都想站出来说，不要吵了，你们不要吵了啦，再吵就不是音综了。我说这儿吧，太难了。下去之后凉的更行。海泉老师，我们合作过很多次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，真的很好的前辈。因为每次唱歌的时候，他都会非常大方的把高音部分都让给我。之前有个节目，海泉老师说白小白像孙楠。孙楠老师估计是听到这个传闻啊，怕大家误会，直接暴瘦30斤。哎，网友都说认不出来了，所以白小白才是全网唯一真孙楠。真孙楠，我也能理解哈，为什么节目组明明都已经请了孙楠老师，还要请白小白？可能就是怕孙楠老师中途退场。背一个，反正也不贵。什么话？有人说我的嗓音有点像腾格尔老师。哇，太多人模仿过了，我现在模仿都已经有点奔腾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。像吗？确实我也是烟嗓，就是声音有一点粗。之前在那个女团合唱的时候，我这个声音就怕自己太突兀了，都得夹起来唱。你们能想象一个烟嗓夹着唱歌是什么感觉吗？就跟腾格尔老师唱甜歌一个样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哲来女老师，我刚刚模仿腾格尔老师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，这不得把你迷死了。刚刚你说腾格尔是你的王心凌，这确实把我 CPU 给烧了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哲来梦女。哲来梦女跟我一样，名字很容易被人念错，
不过他是因为换了太多名字，我单纯就是名字比较长，经常被人叫啊，什么西林高一钠呀，这个伊林钠一高、西林钠一渣，反正各种各样的。但是海泉老师没叫错过，他都叫我西林钠高音，给你。又来了，没完了，都给你。这低音给我。海泉老师就是低调哦，low key。很多人说哲兰妮老师野心大于能力，我觉得这个评价就很有问题。首先，野心就得大于能力，能力才有机会匹配得上这个野心。野心要是等于能力的话，这不就是说实话吗？我实话实说，在这个舞台上说实话挺难的，因为大家不欣赏过于谦卑的人，又会加倍审判有野心的人，这个尺度太难拿捏了。说真的，哎，比我当魔术的观众更难。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有野心了，但我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谢娜一个。感谢西林娜一高，也感谢白小白回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。大家都知道了，西林娜一高有野心，但是他不敢说，我们就替他保守这个秘密。好荒谬啊！最后要上场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孙楠老师，南哥。南哥真是这些年，你想想吧，就退了一次赛，让大家说10年，一直到现在，还有好多节目组就怕他冷不丁来这一出。南哥，我跟你说，放心，就今天，整个这一场的时间，广告、救场词儿我都想好了。想退您随时退，好吧？让我们掌声欢迎进退自如的孙楠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楠。我是歌手。这个有点要退赛的感觉吗？张绍芳老师，你没机会，因为我只选择比较火的节目退。这个小破节目，哇哦！哦，那么今天我们先从上过歌手的人开始吧，因为呢，我对歌手这个节目非常的有感情。海泉拿过歌王，在我心里，他不只是歌王，还是歌手圈里边最会做生意的人。海泉注册的公司可能比他写的歌都多，所以不应该叫他海泉，应该叫他胡总。胡总好。胡总呢喜欢当主持人，经常嘴瓢，曾经把《我是歌手》说成了“我是洗衣液”，可以理解，毕竟是胡总说的嘛，所以是胡说。海泉，你要理解一下，歌王你都拿了，就不要跟我这种普通的歌手计较了。接下来是腾格尔老师，也上过歌手，听腾哥的歌，你会感觉他特别疼的感觉。我90年代呢就认识腾哥了，那个时候歌唱天堂的腾格尔那真的是
顶天立地。而现在唱恋爱循环的腾格尔，那是甜心萝莉。所以现在不能叫腾格尔了，应该叫腾够儿。你好，腾够儿，我是孙 boy。腾哥，你现在变成这样，让我们情何以堪？卷得这么厉害，还让我们怎么唱下去？我只能唱。腾格尔，我的天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葛莱女也去过歌手，光着脚上台，开口之前那范儿，我心想她一定是一位大神级的歌手。听她唱完才知道，她不只是唱的大神，还是那种会跳的大神。葛莱女自称河西走廊世界音乐歌者，我女儿也喜欢在走廊里唱歌，所以我女儿也可以说是客厅走廊小区音乐歌者了。葛莱女说，因为她是甘肃人，但其实对观众来说，她不光是甘肃人，还是素人。希林娜一高，非常优秀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。她是硬糖少女303队长，但希林，我必须跟你说一句，硬糖少女没什么稀奇，我们腾格尔可是硬汉少女。希林在青春芒果叶演唱时，好像破音了几次，还上了热搜。其实希林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因为呢，现场出状况特别的正常。我曾经有一次5分钟的歌全部忘词儿了，汗流浃背，我的衣服全湿了，要编新词，整个5分钟，哇，我的歌迷听了之后都懵了。孙楠怎么唱了一首新歌？什么叫做领先时代的歌手，对吧？在我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说唱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 freestyle。接下来，白小白，一位网络流行歌手，说是经常直播卖货，这个我就不太懂了，因为在我那个年代，歌手不用卖货，只用麦克风。后来我搜了一搜，哎，别说，还真听过他的歌，因为听很多朋友说，在婚礼上总能听到他的声音。那首歌叫做《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》。我想啊，有一首能够在婚礼上非常受欢迎的歌，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其实很多呢歌手很难做得到，对，比如像海泉的歌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。这一听，今天是有人要逃婚的。还有芷来女老师的那首歌叫做《三界四热》，这一听，感觉孙悟空要大闹婚礼了。白小白在《天赐的声音》里边唱了我的拯救。海泉说小白是我的接班人，本来呢我就没打算退休，听了这事儿之后啊，我就更不敢退休了，我再更努力20年，好不好？好。看到这么多新生代的歌手，我经常特别感慨哈。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跟腾哥跟海泉，我们都属于前浪，像希林啊、小白啊，他们属于后浪。那么梁元呢，是兴风作浪。以前的乐评人都是分析作品，现在的乐评人呢，是锐评歌手本人。在这个时代，管梁元叫乐评人，在我那个时代，
管他这种人叫做没有礼貌。音乐人呢要接受不可能被全世界的人喜欢，但是乐评人也要接受可能被全世界的人讨厌。梁远批评小白，说他走红是因为踩中了风口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考过司炉证，我是一名烧锅炉的工人，我最知道大火就是需要风口。所以小白别难过，虽然你不被梁园这种乐评人认可，但梁园这种乐评人也不被我们这种音乐人认可。还有乐评人说我唱歌爱飙高音，爱炫技，特别油。技术好算油吗？我只是练得多，无他，唯嘴熟耳。你看，那油翁还是油。我们的这一期的主题是音乐听谁的？我觉得音乐的要听心里的，从心里出发的就能打动人。相比于高音啊、低音，我更在乎走没走心。当然，走心可以，千万别走音。在我看来，最美的情侣和天堂都是走心的作品，就像漫画和油画，油画能让你找到心灵深处的一种诠释。漫画看了之后，你就马上就很开心。有人喜欢油画，有人喜欢漫画，只有梁园喜欢废话。肺腑之话。我相信只要能给听众带来希望和温暖，那这首歌就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如果你问这平淡的人生我拿什么拯救，不管在灯火辉煌的街头，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音乐要把我保佑，要让爱永不休。不好意思，又飙高音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孙楠。是最近演出机会都少啊。非常非常感谢南哥的表演，而且从一个音乐人的角度，发自肺腑的来跟大家分享内容，每个歌手都能来唱几句，真的，我太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专场。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脱口秀和不一定精彩，但是也精彩的音乐表演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要选本场的 Talking 嘛，跟随自己的心，谁表现好就为他投票。来投票。本场的 Talking 究竟是谁？请看大屏幕。